大家好，我是面具人。观众朋友们，你们说说这几天怎么天天都在出大事儿呀？标题你们也都看到了。今天要讲的事情都是非常骇人耸听的恐怖的大事儿呀，都是关乎你们各位人身自由、财产安全的重要事情。哦，对了，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啊，想要参加抽取价值$600的爬虫类 XC 蛋蛋的，就抓紧转发今天的这个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邮件到我的邮箱，就可以报名参与抽奖。今天的财富密码是：看面具人的节目就能赚大钱，领取 XC 蛋蛋。你们还剩3天的领奖时间哟，抓紧时间转发吧。哦，新来的观众朋友们，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好，咱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件大事儿啊，就是这个居家监狱的事儿。大家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现在开始给你安装门磁，接下来呢就是您做好14天的居家隔离。门磁装上以后，你开门每一次开门，我手机上都会收到短消息。为几户居家隔离家庭安装了智慧门磁感应器，智慧门磁感应器只需2分钟就能装好。于凤岗天安数码城际5 1楼1333的门磁正在发生报警，请及时确认警情。看完了吧？这个视频里面要表述的内容已经是非常的明确了，就是说给你的门上面装一个监控器、警报器，一旦这个门未经允许被打开，那这个警报器就会报警。它是联网的，不但会报警，而且会发送短信通知给其他监管你的人。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家里面的门是被时时刻刻的监控着，你在家里面能不能出来，什么时候能出来，都是由警方说的算，或者是监控者说的算。目前来看呢，为什么要给老百姓的门上面装这个玩意儿？党给出的理由是针对防疫需要。可是面具人，我觉得这么做有点太反人权了，而且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像中国这样给每个老百姓的家中安装电子警报器这样的电子监控器的做法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并没有办法证明疫情过去了以后，你共产党可以不这么做。今天他可以用疫情做借口，给你的门上面装电子监控器，明天他依然可以用别的方法做借口，听懂了没？观众朋友们，咱们反过来逆向思维一下这个逻辑，就能想明白，共产党这么做，给各位的门上面装电子监控器，他这么做实际上他的醉翁之意是不在酒的。咱们这样想一下啊，共产党以防疫之名要给门上面装电子监控器，他为啥要这么做呢？你说为了防疫不让人出门，难道小区里面弄个填报名表登记制度不行吗？弄个刷卡制度不行吗？弄一个这个信用制度不行吗？弄一个这个纸质记录不行吗？弄一个签名制度不行吗？弄一个楼层安全卡制度不行吗？一定非得要给每个人的门上面装电子警报器、装电子监控器吗？那你说这么做不就把普通老百姓变成了监狱犯了？你说这么做和监狱里面的犯人一出门就拉警报有啥区别？是不是就把普通的老百姓的家庭变为了牢笼，把普通的老百姓每个家庭里面的人变成了类似于监狱里面的犯人是一样的，就和那些个动物园里面的警报器有啥区别？面具人，我去年都已经预言过，中国共产党治下啊，以后的中国人真的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监狱了。你看现在是不是？说到这儿啊，肯定会有小粉红给共产党洗地，说哎呀，共产党这是为了人民安全着想呀，共产党是在做好事儿呀。来，我告诉你们，你们也都别给共产党洗地了，他啥事儿不敢干，他不但敢让你在家坐监狱，
然后呢，它还可以配合大数据监控数字人民币。以后呢，你们的生活都是全自动的。比如说，共产党需要的时候，它可以搞宵禁制度，不让你出门，全部都是互联网大数据控制。如果你是在上班时间之外出门了，直接就给你罚款，从数字人民币里面直接自动划扣。因为共产党掌控大数据的最高权限，互联网的最高权限，对不对？而你呢，屁半毛钱，一点点权利都没有。你的手机、你的钱袋子，甚至是你家的门儿，都被共产党的网络控制着呢。你说这可怕不可怕？你想出门，你还得先看共产党的网络给你控制开门不开门啊？哦，共产党抢你的钱包，把你的人民币变成了数字人民币，你说共产党是为你好？哦，现在共产党把你的家门都给控制了，你还说共产党是为你好？那面具人，我就想问你们这些垃圾了，以后共产党日你老婆，帮你日出个孩子，你是不是还要说共产党是为你好？是不是？是还是不是？觉得是的请留言打1，觉得不是的请留言打2。就这，你别说共产党不敢动你老婆啊，共产党甚至连你的孩子都敢动。我们都知道，学会一门外语，无论是在工作机会上，还是对个人的能力提升，都是有着非常大的好处的。可是呢，共产党现在就是不让你们这些草民、垃圾屁民的孩子学外语了。我前天的节目也说过，共产党现在不让办护照了，不让你们出国了。现在可好了，直接连根儿都给你拔了，让你的小孩连英语也不让学了，英语都不会，以后出国那是更不可能的事儿了，对不对？上海小学期末已经不再考英语了，并且呢，还要全区范围内的禁止科学的统考统测。你们别觉得共产党的这些政策是什么减负呀，为了孩子着想，什么中考只考1次，不准孩子复读，不让孩子学英语，这些都没事儿，不可怕，好着呢。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共产党做事儿啊，他往往都不会一次性的把事儿做绝，他都是循序渐进的，顺应一个人的心理周期。他做事儿往往都是先心理按摩，让你觉得不会有事儿的。到了最后，你心里麻痹了以后，再给你来狠的，到那个时候，你就毫无准备和反抗的能力和机会了。事已至此，你们还觉得没事儿？共产党不让你卖房子，没事儿；共产党不让你出国，没事儿；共产党把你的钱变成了数字人民币，没事儿；共产党不让你的孩子复读，没事儿；共产党不让你的孩子学英语，没事儿；共产党日你老婆，没事儿。事已至此了，都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你们还觉得没事儿？那我只能说，你们还有这种想法，就和猪没啥两样了。反正屠刀在猪面前挥舞，只要那刀不砍到猪头上，猪也不会觉得有啥事儿的，它也都是觉得没事儿。然后呢，你们就会听到，听懂了没？不过，当你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已经晚了啊！你觉得没事儿，当然没事儿了。人家贵族子女也觉得没事儿，你一个烂屁奴才，你还能站在主子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了？哎呀，思想觉悟真高！人家贵族子女就是没事儿呀，该学的学，该学英语学英语，该出国的出国，该奴役你们的奴役你们，该抢你们口袋里面的钱的就继续抢，对吧？把你的真金白银变成数字，然后呢，他把真金白银拿到国外，大把大把的去花。是不是？面具人，我在国外见到的这些贪官子女呀、贵族子女呀，哎呀，那花钱一个比一个猛，对不对？人家都是该享受的享受，那至于牲口嘛，出什么国嘛，就老老实实的待在电子狗笼里面就对了啊！给你们看个视频啊。这个车我你们听见？哎，这就是的。这这不能说你为了你说什么啊？不能，你给我多少下这次来？你几声下来？什么时候来？啊？
看到没？你们看看这些个红袖章多么的狂妄的哦！学生学习的补习班都直接给砸门而入，在这么多学生的面前，把一个老师又是打又是骂的啊！哎，好歹这也是个书香的地方，学习的地方。你们要谈政治，要说事儿，能不能文明一点？不要给这些小孩做坏榜样，好不好？啊！你看这些人，我靠，狂妄的！哎呀，我的妈呀！哎，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啊，又叫面具人，我说中了，就是你们学啥英语嘛？看这张图片，哎，大家以后都不要学英语了，就学习思想就对了。人人都是习近平的好儿子，对不对？你们看图看到了没？面宣之，我说的准不准？我之前就说过，哎，不要学英语，就学习近平思想。看现在实现了没有？面宣之，我不但看政治准啊。由政治延伸的金融领域币圈我也看得准。我大前天的节目都已经说过，接下来比特币和以太坊很难再出现大幅度的暴跌了。所以呢，各位一定要谨慎做空，否则呢后果自负。千万不要动不动的轻易的去做空，这段时间做空的风险是非常大的。然后呢，你们这些人还要听那些个反指标的博主给你们洗脑呢。哎呀，空它马上就要崩盘了，大跌了，大家快空吧，能割肉的就割肉吧。结果呢，比特币又重新的站上了4万美金的大关，以太坊呢又冲到了2800美金了。我们继续结合大背景啊，来，各位再思考一下，政治和金融是不是捆绑的？哦，是捆绑的。那政治高还是金融高？我就问你们，习近平、拜登这些国家元首的话，是不是比你们这些个废物画100张、10000张 K 线图都要准？还在那当画家呢？啊，你觉得你是老艺术家了，了不起了，会画2张 K 线了，你就牛逼了？哦，你拿昨天的东西去判断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东西，而且呢，拿已经成为过去式的东西当成了未来已经发生的东西，你觉得你是不是傻逼啊？币圈金融每一分每一秒，甚至是每一笔交易都是独一无二的特殊事件、独立事件，每一笔交易都是有它的特殊性且不可替代性的，而且是无法预测的，明白了吗？整个金融领域每天有数以千万计、亿万计的交易，就能凭你2张纸、1张笔，哎，随便画一下啊，2片嘴喷2下，就能说哦，这个东西是要按照我这张线去走，然后呢，那个东西绝对是按照我这个线去画的，然后呢，我这个线就是神笔马良，我这么一画，然后呢，未来就在我的笔下了，就按照我这条线去走了。你信呀？你信你就是傻逼，听懂了没？好了。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Axie 最近的重大改革啊，我之前呢其实也已经透露过一些官方的想法了，就是官方会增加打电脑的难度，降低打电脑的奖励，逼迫大家去真人对战，互相攀比，然后呢买更贵更强的宠物。现在官方的公告也已经出来了，要降低人机对战的 SLP 的产量，增加 PVP SLP 的产量。目前来看呢，等于说是总体的降低了 SLP 的产量了。为什么面具人我会这么说啊？你听我给你们算笔账啊，这个打人机啊，打电脑，毕竟啊，它是给你有保底儿的，电脑你迟早都是能打过的，你是有稳定产出的。可是呢 PVP 就不一样了， PVP 是有赢有输，你不可能每把都赢，那么相对的减少了保底儿的产量，迫使你去有赢有输，是不是等于总体的 SLP 的产量就会降低？所以呢，面具人我认为啊，这对 SLP 来说算是个利好，对币价来说算是个利好，因为 SLP 的产出量会减缓，总量呢也就变相的相对于减少了。所以你们看，目前啊 SLP 跌破了 0.2，那么我站在庄家的思维去理解啊，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那就是
在这种利好消息的前提下，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调，那一定是人工干预的结果。所以呢，面具人，我针对 SLP 的个人的选择是，我会在 0.19、18、17一路挂单，挂到 0.16， 我会一路加仓，听懂了没？我会从 0.19、18、17一路挂到了 0.16， 甚至 0.15。我的子弹很多，毕竟我有 XA 军团，每天给我产出几万个 SLP， 知道吗？我还是会继续挂单，因为我会以身试法，亲身的教大家啊，看我自己是怎么挂单的。当然了，我不是艺术家啊，我不画 K 线啊，所以呢，这是我自己的做法，你们自己要不要这么做，看你们自己的选择。而且呢，我挂这个单子，就算它没有出现非常大的涨幅，那我依然可以拿这些 SLP 去孵蛋。我孵完蛋了以后，去卖我的宠物，我依然能够获得至少30%到50%的盈利。听懂了没？那这种利润，按照你们去冒风险、开杠杆、去炒币，得多久才能获得这么大的利润？甚至呢，你还获不得，你有可能会赔本，对吧？好了，最后再给大家来说一下面具人，我最近在会员群里面推的另外一个又暴涨的币啊。到目前为止，面具人推过的币至少都是翻倍暴涨的。你们有不信的，可以翻一下我往期的视频，一定要看准时间点啊。我推过的币，所有的币啊，都是在他们暴涨之前发现的啊。对准我当天发节目的时间，然后呢，再去把你们的 K 线图打开，对准当天的时间看一看，再看看未来的几天的走势，看看面具人我是不是在他们涨之前我就推了。AXS、狗狗币、SLP、XA、迷雾、Baby Cake、平头哥啊，包括你们经常拿来黑我的 Badger 平头哥，今天也暴涨了，昨天也暴涨了，至此。面具人我推的所有的币都暴涨翻倍了，包括我最近推的一个暴涨的新币啊，这个币也有意思，也是和我之前会员专享的迷雾 Baby Cake AXS 蛋糕币是一样的，都是翻倍币。我给它起的中文名字叫做黄片币。这个币的整体风格啊，类似于 P 站的那种风格。由于画面过于的萝卜炒大葱了，我就不给大家看了，你们心里面懂的。否则呢，你们把这个图片看多了，忍不住来一发，把键盘弄脏了，就不好看了，对不对？总之呢，这个黄片币啊，我在群里面推荐了以后呢，它就暴涨了。图片你们也都看到了，这个走势很猛吧？一夜之间37%的涨幅。其实面具人，我觉得吧，风俗片呀。再配合加密货币的隐私属性，再加上风俗女星的 NFT 属性和一定程度上的意淫属性啊，这三者结合、四者结合呢，确实有搞头哟。它的这个生态和创意确实非常的不错哟。各位，这是不是商机？所以说呢，加入面具人的会员，都能赚到钱。一分价钱一分货，我又不带你们做合约杠杆，我又不去带你们赌博，对吧？我就是贩卖我自己的智商，出售我自己的生财之道。我可不是 old school 呀，什么预测大神呀，画2张图就告诉你未来的前路在哪里。面具人，我是凭本事吃饭，我还觉得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才有意思，对吧？任何一个时段都要充满挑战。未来要是能在我的预测当中，我活着就没意思了，我就去死了，你知道吧？我每天都会期待明天会发生什么不一样的事儿啊。所以呢，你看，我凭本事吃饭，我不做任何机构交易所的打手啊，给你们放假消息，给你们带反指标，然后呢，带你们玩合约，靠反指标爆仓圈钱赚钱，对吧？咱不干那丢人的事儿。赚钱呀，只是面具人我的爱好而已。有时候呢，我光靠力量、脑子去赚钱赚累了，收点会员费也是挺好的，对吧？大家交流一下，你获取我的知识，我能赚到你的钱，多好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脑子，对吧？公平交易。
我也不会去骗你，我也不会去坑你，我就这么点能耐，你看上了你就来，你看不上你也可以去跟别人空还是多，对不对？加入某些 K 线大神的群，然后呢，你的脑子就只会剩下空还是多。各位看好了啊，去看看那些炒币的群里面，人均低俗无脑没水平，满嘴的污言秽语，然后呢，脑子里面就是空还是多。可是呢，你看加入面具人的群，不管是面具人的会员群还是公开群，你看我的群友啊，说话都是非常有逻辑性、有理性的。而且呢，这个素质呀、文化素养呀都非常的高，不是张嘴就是什么污言秽语呀，那些什么，总之呢，脏的你都非常不尊重女性啊，知道吗？加入那些洗脑的炒币群啊，到最后你的脑子只会剩下空还是多，庄家又害人了，然后呢，人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均被迫害妄想症。可是呢，加入面具人的群，你不但可以学到赚钱的方法，而且呢，你个人的素养和知识能力、思维能力都会得到提升。你加入了面具人的群啊，你会发现条条大路都能通罗马，不仅仅只是空还是多，赚钱的方法太多了，不仅仅只有空多，真的肺腑之言，听懂了没？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各位想要得到更多的商机以及项目信息的，请看这是我的 LINE ID Maskman996，添加我办理入群手续。剩下的话我们群里面再说哟，因为有些话呢，我只能对我的会员说，否则呢，我公开的说多了以后，我的会员就会不满的。或者呢，你们也可以去那些什么艺术家呀、画画培训班的群，对吧？学习一手好的画画技巧。先交会员费，然后呢再被爆仓，至少呢你到最后还能学会画画嘛，对吧？成就一个艺术之路。祝你好运，爆仓愉快，拜拜。